这个柯建铭他发的这个文章，它里面有特别提到风灾及关税问题，代表什么？我刚特别讲，他说什么？表示大罢免大帅不是我的错啊！如果你今天执政党你做得好，你的内阁做得好，你的行政团队做得好，我怎么可能会失败？好，今天内阁团队也马上改变了，换了一批新气象出来。但现在最大的问题跟老柯讲是一样，关税问题。没错，我从来没有办法想到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台北港原本的台北港它的这个车辆数字不会这么多，没有想到现在的台北港竟然有3万台国外的进口新车都没有办法进来。我心想，为什么？原来都跟关税是有关，原来都跟政府的补贴是有关，大家不知道怎么办了。对，没错。昨天我们在节目上面讲说，李在明到美国去朝贡，对不对？但是无论如何了，他朝贡之后呢，他们韩国的关税至少就是15%嘛。那我们现在台湾的关税呢，20+N，那什么时候能够降不知道。那这个卡在这个最后的这个协议没有办法出来，我们所有人都是被吊了7上8下。对。那现在就有人说，因为关税没有确定的时候，现在很多市场都被受到影响。第一个，传统产业，很多传统产业工具机一大堆，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做。第二个是什么？汽车产业。对。照我你看，这是汽车产业啊。汽车产业，你看现在为止来说，在台北港，大概约莫这个3万辆车左右在台北港的这个是完全满的，这画面太惊人了。没错，那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因为第一个，照目前为止来说话，我们都认定说可能未来的关税会降，但是搞不好不会降啊，不知道啊。但是你对这些所谓业者来说，那我等到关税降再说嘛，因为我们关税是可17%啊，对，17%也很多我要多缴17%给政府，我当然就等在那边嘛。所以目前为止，我跟他讲，不是只有台北港。目前还有基隆港啊、台中港啊、高雄港，很多车现在有好几万辆车都完全停在这个港边。好，那你讲为什么出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因为不确定性，我们现在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了，让整个车市受到影响。而且你看当时风传媒还有一个独家，他说什么？台湾关税筹码出炉，来，我们看到什么？下面我们用画红线，他说美方呢已经提出了取消农业与水产、汽车及附属产品的关税，取消进口车的限制，军购 GPP3等要求。你看到没有？汽车还有附属产品的关税，取消进口车的限制，所以也难怪这么满啊。对，没错。那我们的行政院副院长也说嘛，就是我们的谈判代表说，他说美国是希望台湾开放整车零关税嘛。好，但是问题是我们会不会开放，不知道嘛。我们并没有松口，所以现在目前为止来说，大家都在等。你看这个汽车同业工会说什么？我想现在从台北巴黎港到台中港已经有塞满了数万辆的车，任何一个车商都受不了。所以现在车商其实是相当的惨。原本8月都大概预期是3万多辆，结果没想到8月的新车只有卖2万多辆。第二个，你看台美关税越早讲话，越不会让我们市场产生这种焦虑，产生这种向后延迟消费的状况。对于这种销售上面来说，造成一个非常大的障碍，这对从业人员来说非常的痛苦。好，那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呢？我跟他讲，事实上我们的关税政策没有错。这个我们之前的这个谈判代表说因为有保密协定不能够讲的这个状况。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可以说的，就是说我们的底线是什么？譬如说，你说我们开放这个整车，我们不开放就是不开放。那我们要开放，那你就可以说得明白，让大家明白你的态度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为什么是最大的问题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事实上前几天的时候，曾经媒体有个报道，当然你看，就是谈判没有这个产业被牺牲了，那林岱樺就呛郑丽君说，那我们就不必通过这5900亿的补贴方案嘛，对，当时是这样讲的。但是呢，因为当时的这个林岱樺追问是说，意思是绝不会有产业被牺牲，那郑丽君答案是当然不会，我们要争取对等再降，就是因为对等关税影响很多传统产业，这也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啊。这样的，那你说，那当下就有1000多亿啊，那根本就不需要通过这种1500亿的这个状况啊，对不对？那媒体下这个标就说，没有产业被牺牲这样一个状况。好，那当然后来行政院有出来说，没有，当时的这个因为是问什么对等关税的时候，232条款的说对我们的传统产业不会影响，他这样讲所以我们行政院是说，因为林岱樺是说232啊，然后所以他就说这个因为对这个对等关税影响是很多传统产业，所以不会有影响这样的状况。所以等于是他是说郑丽君是这样说的，所以媒体下的这样标。你的意思是说，现在不管是立法委员的质询跟行政院，你对人民有没有讲清楚？是没错，非常重要。对，那你看他还争执这个，争执说林岱樺问我的是232，那我就说传统产业不会受到影响，是对等关税。照我跟他讲，这是问题在什么地方？不可能没有产业不会被牺牲，从头到尾就是这样。你要承认事实。会有产业受到重大的冲击。第一个讲，我们就讲汽车产业就是目前为止最在冲击啊。然后你跟他说没有任何的这个，那你说你要编5900，好，那你编5900意思是什么？
就是会有产业。我觉得现在政府要老老实实的跟民众说，哪些产业会受到重大冲击。譬如说农渔业，人说，未来我们一定是开放，所以现在我们准备要补贴这些，这是一定的。譬如说汽车产业，这个我跟他讲。任何的国际谈判都是一个 trade off， 我们要什么，一定要牺牲什么，不可能没有牺牲任何东西。你也不要在那边说啥，我们没有任何产业会被牺牲，我们要坚守任何一个产业的这个所谓的利益，我们绝对不会牺牲任何。我跟你讲，大家这种话大家都知道是假的，可是问题是你一直说啊，一直说，大家会认为说你根本就从头到尾没有面对现实，你该怎么做就该怎么做。我就说，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你可以掩耳盗铃说啊，没有这些事，没有，不是，现在就是有这些事。那你要说清楚、讲明白，关税这种事情你讲明白最好。像日本的这个赤泽亮，每次回去他都跟日本人说啊，我们现在谈到什么程度，那我们可能要怎么做这样。你看这个李在明也是啊，他就说我们农产品绝对不开放，什么不开放，但是其他我们可能都全部都要退。好，你就跟他讲嘛。我们现在如果争取是4000亿，那我们可能全部都要开放，该开放现在都开始准备。你就讲清楚，对，就讲清楚，因为那些为什么现在这个汽车产业会在那边嗷嗷待哺？赵和，我跟你讲，如果假设今天宣布了，好，我们就是降到零关税，我跟你讲，汽车产业这些就可以开始卖了嘛，因为就是零关税，好，零关税，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把这个回馈给消费者。那这样，我就说有一个游戏规则出来之后，大家都很知道。另外的传统产业现在20+N， 对不对？那现在我跟他讲。现在我产业我到底要扩产还是不扩产？如果假设是20+N， 我就可以用这样去扩产。但是问题是，如果未来可以降到15%的话，那我可能就说啊，那我再等等。你看，这就反而这种 delay 的效果会让整个经济会出现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你从头到尾没有讲清楚啊。那我就跟他讲，现在人民很清楚状况是什么。我觉得政府你不用扮演一个天使，说啊，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受伤，你们都我都要照顾你们，不是。你要面对现实，一定会有人受重伤，也有人会受贿。你要讲清楚、说明白。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为止来说啊，为什么他民调会这么低嘛？我就跟他讲，从这个赖17条，赖17条当时宣布的时候，我们如果看那时候民调，赖总统满意度是50%以上，可是为什么后来节节败退？你看。葛魁说，在关税日说叫大家安心睡，就关税32%起来，隔一天我们的股市出现大跌，然后5月初又出现那个台币的这个贬值的升值的这个状况，然后风灾又来，然后你要这个不普发现金一大堆，我就跟你说一大堆的这个经济议题来说啊，拖累了你自己，再加上说丹纳斯台风造成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柯建铭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关税还有风灾，的确是你这一次会败的最重要的2个原因。但你问题是，风灾会过去啊，关税还没过去，关税现在还在冲击。我跟他讲，这个影响是相当的大。最后关税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民进党会再跌一波。为什么？你知道吗？第一个，很多农民渔那些受损的人，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想？赚钱的人他不会说怎么样赔这个，因为这一次受伤的人哭到不行了，他绝对会恨你恨之入骨。所以我就说，你现在要处理的就是你要赶快处理这些人，你要做预防性的措施。我觉得赖总统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好像在对危机处理上面来说老是慢半拍。应该现在危机出现的时候，你要赶快把它降到最低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样才是比较好的策略，否则到时候真的谈判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国人绝对会拿他跟韩国比，跟哪个国家比，要说我们谈的这么糟糕，那这样，我觉得到时候那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一切呢？我就说，请你面对现实吧。浩志，今天我们的政府为了回应这个所谓的823的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内阁改组16个人，但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这或许只是一个临时的内阁，为什么？之后恐怕还会在一个更大的改组。这代表一件事情，现在内阁是一个败战投手的方式，把剩下的局数一局一局的吃掉。但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哦，棒球会出大事的。你被人家抠头的话怎么办？你今天就算你做一个败局处理，你今天做一个败战投手处理，你处理的不好的话，现在会害到赖总统。你害到赖总统之后，你就会变成一个跛脚总统喽。而且现在823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公投给出的这个数字，现在外媒已经讲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今天这个内阁改组哦，他讲实话，真的让人家不知道该讲什么了。行政院跟你讲说16个首长，中间还有常次，有人把常次拿来算内阁改组的吗？他常任文官呢，对不对？那个拿来算。然后呢，今天总共其实只换了几个人，换了四个部位首长而已，对不对？然后其他都次长，然后我刚讲还有常次。然后
今天除了郭志辉之外，其他部位首长多数人都不认识。你把一堆不认识的人换掉，大家不认识的人换掉，再换一堆大家不认识的人上来，然后说这个大家很有感。你告诉我是在回应什么？回应民意？你在讲什么笑话？民众不会觉得，而且他很恶劣的一点是说，我们一般讲内阁改组，正常的内阁改组都是什么？都是我找好了一堆人，然后这些人呢就同一时间一起下去上来。对，这个好处是什么？第一个下去的人不要那么难堪嘛，你同时下去的有这么多个。第二个上来的名单让人家耳目一新嘛。结果呢，他们改组不是每个人自己提，要先把辞职信公开出来，我再来准。你看郭志辉为了那个之后还去弄一个病，还跟你讲说我有病。所以什么？不是我赖清德要走，不是我不仁，不是我不义，都是你不行。大家刚才在讲老柯，对不对？老柯的状况也是啊。老柯当初在大罢免的中间，哪一件事情后来他讲没有讲对？他说赖清德会上第一线，你是不是最后团结思想讲不下去？你是说柯建铭他是先知，他没有错，他那些东西他一定是有跟赖清德商量过的嘛？怎么会没商量过？对不对？他哪一件事情不是你赖清德要他做的？那老柯在民进党里面，我们讲他是永远的主流派。对，只要谁当权，他一定就听谁的。老柯民进党，你跑过民进党，每个都知道是这样子啊。他会短住短，跟赖清德对着干，不会嘛？那问题是他今天做到今天这个样子之后，他今天没有错。今天很多人都觉得说大罢免完之后，老柯该自我进退，绿营的很多媒体都这样。但是他该不该退，跟他怎么退是两回事啊。他是应该要退，老柯的政治智慧也不会说我死赖着不走。你赖清德把他找来讲一讲，找个好的位，找个商量一个模式，找一个位置，或许不要现在过个2个月，就滚了嘛。老柯在老江湖混了这么久，他不知道吗？你赖清德不是啊。我今天来讲，我今天马上无事要就无预警的带着5个娘子军全部下台。我今天党团全部空掉，留你一个人。你今天老柯你自己恋战那个位置多难看，所以柯建铭他原本是可以走的，你只要给他一个漂亮的台阶，让他华丽的转身就好。但是你今天把我弄得这么难堪，我就跟你干到底了，是这样子。这不能柯建铭可以走，但不能这样走啊！你前面五个干部一起挤兑他，然后再来郭国文开炮，你现在的状况，你不是要他走而已呢，你是要把他斗垮斗臭呢。柯建铭总招可以不要你，他今天为民党奉献这么久，你用这种方式去斗他，有道理吗？斗你自己人。他今天来讲没有错，大家会讲说他大法官那两次的投票，对，是有点难看。你今天来讲，你今天赖清德在立法院，你自己没有立委吗？郭国文之前不是你的人吗？你当初没有办法找老柯讲说，你不可以这样做吗？可以嘛？你当初也没有啊，对不对？你完全没有啊。他是或许有一两件事遭奸，但其他的哪一件事不是这样？你们现在在讲说，那个普发1万，到底违不违宪？民党里面自己还在吵嘞，有人说该接受，有人说不该接受，对不对？你现在那么多事件案，那么多复议案，哪件不是赖清德要的？你现在把所有的烂的都丢给老柯，责任都丢给老柯。然后要把它斗臭，这东西有道理吗？你现在民党，所以民党今天很多人也看不下去啊，对我今天看到谢欣妮也出来发文啊，林卓水也出来发文啊，团结思想是他叫你，是老柯帮你讲的吗？杂志说是老柯发明的吗？对不对？你们现在全部都去检讨老柯一个人，你们今天这样子，大家就破罐破摔嘛，对不对？我今天的状况来讲，我就讲说老柯是不可以他可以下台，但是不能够斗垮斗臭。可是你赖清德的状况就是很莫名其妙。我今天连个下台好的身影都不留给我，那对他来讲怎么可以接受？他在立法院这么久，他现在立法院最资深的立委，他的一辈子的政治资历都在这个地方。对，结果最后被人家斗垮斗臭，变成是民主的罪人，变成民进党的罪人。你叫他去背这个东西的时候，老柯当然不愿意啊。志平，我们刚刚特别讲，现在政府要的是什么？把事情讲清楚，比什么都还重要。尤其是什么？刚刚讲到的关税，刚刚讲到风灾之外，诈骗事情到底处理好没有？我们在节目上讲过非常多次，你就是好好把诈骗处理好。结果今天你看到有人揭露了，
台湾有15万件的诈骗案件，竟然有99%的案例，你不用坐牢3年的，等于是你也太轻放了吧？没错，昭和，其实你可以看到，从司法院的公开资料显示，台湾从2020年到2024年，这当中加重诈欺罪的有罪判决数量飙升啊，光是2021年已经超过18万件哦，2023年也还有14万件。到今年截至8月，已经有101479件，所以你最惊人的是71%以上，也就超过70%的这个被告，大概判处1年到3年以下的刑期，将近30%的这个诈骗嫌犯啊，不到1年他就可以脱身。这个放出来他就跑了，然后甚至很多都没交保啊，然后而且被判3年以上，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诈骗一定要重刑，但是你知道吗？3年以上的竟然不到1%呀，所以大家才说诈骗猖獗。台湾的15万件诈骗的这个状况啊，99%坐牢根本不用超过3年。专家说啊，如果照这样的一个诈骗量刑刑度，还有跨境的这个金流的管控都没有再提高的话，我们国人现在的受诈骗损失的金额，2年之内就会超过新台币1000亿元1000亿元，这是多可怕的啊！而且现在以这样的状况，每个月都超过，包括那个场外的 OCT 的交易量，每个月都超过50亿元，这代表什么？洗钱的这个状况非常的这个频繁。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个案例，就是最近刚好有一个这个陈姓男子，他去年8月到10月连续被骗了这个六次，而且先后交给诈骗集团1062万多元。结果后来他当然这个配合警方要这个布局钓鱼，把这个诈骗集团的车手跟监控的相关诈骗集团嫌犯都调出来。所以最后因为他已经被骗1000多万了嘛，那警方就拿了300万元给他，你用这个做鱼饵去把诈骗集团的车手跟相关嫌犯给调出来，后来也真的成功逮到了这个嫌犯。好了啊，是啊，那他不甘，他被骗了1000多万，他就告，我要讨回来，他就跟法院提告那个车手，还有告那个监控的嫌犯，你们这些诈骗集团成员，反正我就要一竿子打尽，好，你们要赔我钱。1062万加计利息，最后法院竟然判诈骗集团不用赔，真的假的？让大家看傻了，是瞎了眼吗？真的，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法院说诈骗集团不用赔他？第一个，这个首先车手呢，他说他去年11月才来台湾，8到10月这个陈先生被骗的时候，我虽然后面加入同一个诈骗集团，但是之前8到10月他被骗的时候，我还不是那个诈骗集团啊，我11月才来台湾。那法官说，有道理。他虽然跟他是同一个诈骗集团，但是不用赔，因为他后来才来啊。对。第二个，这个是监控的这个游戏男子，他说我只负责监控，我没有拿到钱啊。那个诈骗集团收到钱都是诈骗集团收走，也不是我。然后后来法院又说，对呀，陈先生，你那300万元做鱼饵要调出这些诈骗集团人，也不是你的钱，是警方借你的，拿来当道具啊。结果你有损失吗？没有啊，300万也没被骗，没有啊。法官居然不去追他之前的1000多万被骗的，竟然说那300万元又不是你的，是警方借你钓鱼的，你又没损失，那当然也不用赔。所以全案最后没有赔。看到这个案子，你会觉得说，我们对诈骗集团怎么那么好啊？那这些人犯的罪都不用赔，然后也都没事，也难怪这么多人始终被诈骗。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